人文讲堂。传染力很强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播至台湾与世界各地，造成人人自危。但是我们除了抢购口罩之外，还能做些什么？面对下一波可能爆发的流行疫病时，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今天我们邀请到防疫专家何美香博士来为我们讲解新型冠状病毒的来龙去脉以及正确的防疫知识。让我们欢迎何美香博士。21世纪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一个健康，英文就是 One Health。一个健康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健康是跟他周遭的生物还有地球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2020年的春节，我们一定会记得，占据了亚洲人全部的心思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现在我们先对新型冠状病毒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病毒呢，跟我们很熟悉的 SARS 病毒是同属贝塔冠状病毒。从这个生物演化的这个基因的序列的分析，我们认为它的自然宿主是蝙蝠。什么叫做自然宿主？感染生物的这个病毒没有对这个宿主没有造成任何的病症，它们是很 happy 的共存的。那这个病毒怎么从蝙蝠到其他的动物呢？过往我们都一直认为跨宿主是很难，现在跟着这个时间的演变，我们的诊断的技术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跨宿主的门槛其实没那么高，透过排泄物，透过食用这些受到感染的蝙蝠，其他的动物可以因此而受到感染。但是这种单一事件的存在在自然界，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现在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在中国活禽兽市场里面所贩售的活禽跟活兽，来变成是人类食用的食材的时候，它其实是现代生活、现代这个都市里面一个病毒的热点。天花在1980年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被根除的疾病。同一年，在西方世界里面，我们在传染病界，当时我是个学生，也开始看到一些病例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也不知道它的病源是什么。2年后，我们知道了，我们找到了叫做艾滋病，那些人我们现在称他为艾滋病人。所以传染症的医师就开始想，有疾病会消失，有新的症状会出现。这些新的病症我们是不熟悉的，所以就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兴感染症。新兴感染症主要是让你有一个区块，可以把资源放进去，可以让人来做研究。这几年来，各式各样的疫情在台湾发生，总是有记者媒体会问我说：人类一定要一直受到这个新兴感染症的威胁吗？有其他的办法吗？我的回答是说，变迁呢是生物世界里的常态。我们生命可以不变吗？当然不可能。那科学就是用来厘清这些变迁的规律。那有了这些，我们了解了这些规律，即便是在未知，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有根据这个规律来做因应之道。我把过去几年来在亚洲所产生的比较重要的新型感染症列在上面给你们看。从1997年香港的 H5N1 禽流感的发生，其实它当时造成了18个人生病，同时有5个人死亡，也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我们杀尽了100多万的鸡只，然后就把 H5N1 从香港根除了。大家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激香港人说：哇，这个本来可以造成全球大流感的病源被你们消除了。可是事实不然。H5N1 的这个病源，就是原来的原生种呢，在中国大陆继续的传播，也是后来我们知道 H5N1 现在还在一直存在，它已经不只是 N1 了，它是 H5N 几，有是 N2，有 N8什么等等。在同一年，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叫利百病毒的，它是透过蝙蝠感染猪，当时就注意到说，怎么好像都是中国人？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人种的地方。
那怎么都是华人，因为华人吃猪，回教人不吃猪。接着我们2003年的 SARS， 我们都很清楚。事后我们知道它是来自蝙蝠，然后透过活禽兽市场传染人。在我们还来不及知道它是怎么从动物到人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在人的这个群众里面传播。那第三个，中东的 MERS， 它也是一个冠状病毒。我们对它不熟悉，偶尔有旅游的人到中东去，他会得病。但是在2016年，居然在韩国，它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院内感染。所以只要看到有人传人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小心，因为动物其实不大会跑的嘛。当然，除了是候鸟会跨海洋飞，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禽流感是很严重。但是大部分其他的就是人在传。2014年呢，有个 H7N9，那时候是在上海被我们注意到，其实它是在中国广泛的很多地方。当时就把上海的活禽市场给关闭掉，那就暂时呢消灭了在当时的疫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H5N1跟 H7N9这两个禽流感一直还在家禽里面在传播，它一直对我们的威胁一直没有消失。那当然，现在就来到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今年的武汉肺炎病毒，它是在一个华南市场，然后我们也知道它一定是人传人，所以从这个新型感染症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里面，我们就来归纳看到了什么？一，它都是跨物种感染，对我们是新兴感染的病毒，可是它不是来自什么外太空之类的，它其实就是在地球上其他的物种里面它演化。因为我们跟这个物种的栖息地的分离，所以各自演化就各自没有干扰。那它都是 RNA 病毒 ，RNA 它的制造呢，它是一个容易突变，因为以 RNA 为模板来复制这个基因的这个酶素本身呢，它并不严谨，它会容许加错东西。为什么要加错东西？加错东西就不好变种了。可是因为自然界的这个适应，某些变种的东西可能是更适合，所以新型感染症我们看到是 RNA 病毒，我们也看到这些都是重症的病例。那为什么是重症？其实应该也有轻症，只是会被我们疏忽到。然后，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基因的改变可能会让它变成是更适于人传人的。那现在我们就来专注在几个冠状病毒。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中东的，你看一张单上就可以告诉你如何预防，表示我们对它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就是要如何避开这个骆驼，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所以它是蛮清楚的，因为过往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被感染的时候，到很多西方的国家，大家就对它有所研究。第二个，我们来回顾一下 SARS。现在我们所做的防御措施，常常就会以 SARS 的经验来执行，那看看行不行。这个是一个广东的地图，每一个点就是病人。其实这个是在2002年的11月就开始，慢慢的，一直到2月份，什么时候在国际社会受到了注意呢？就是在2月21号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照顾过 SARS 病人，从广东到香港去参加，大概是一个婚礼。他去的那个地方，住在这个 hotel 里面，911房间。第二天他就病到不行，他就进到香港的医院里面，所以他在这个旅馆里面只住了1个晚上。这个晚上就是这个晚上的接触，造成了11个人的感染。这11个人各自回到他们的国家，那有4个人在4个国家：越南、新加坡、香港还有加拿大4个地方，造成很严重的院内感染。其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叫吴巴尼医生，他是在越南照顾病人的时候，是吴巴尼医生打电话给世界卫生组织说有个很奇怪的病在发生，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它就是一个国内的事件，不管它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就在这边散开。
那事后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SARS 是经过大家非常多年的研究。你们看到这个分析，这是基因序列的分析。它只要是这个横的距离越远，就表示它们越不相同。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是动物的，上面的是人的。在人的地方有一些是在前面，然后底下这个分开了。就这个医生到香港传遍世界各地的病毒是属在上面右上角的那一块，它跟原来的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怎么知道呢？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可以很成功的把 SARS 病毒把它的传播阻隔了。它在哪里？很多人问我 SARS 病毒在哪里？我们要分两种看。自然的 SARS 病毒还在自然界，就像我们现在的冠状病毒，它其实是这个 SARS 病毒的，假如不是兄弟姐妹，至少是堂兄弟姐妹，就是这一类的病毒都还是存在的。可是那一株传遍全世界各地的那一株病毒，现在只有在实验室的冷冻柜里面或者实验室被研究。那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类的病毒是在蝙蝠里面，蝙蝠是自然宿主。透过一个我们不清楚的状态，它感染了某一个哺乳类动物，野生的哺乳类动物。那个动物也就算了，它是在野生的地方，可是它是被人捕捉到市场，在活禽市场贩售，它是活的，所以每天会卖出一些，每天会补一些，所以它就在那边造成一个循环。那这个过程里面，它就陆续感染人，然后从人变成后来很容易人传人的那株病毒是有基因突变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活禽兽市场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当意识到这个跟活禽兽市场相关的时候，活禽兽市场就被关了。可是2004年，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又出现了，在广东出现了4例。SARS 病人，他们都是轻微的症状，所以他们又是被野生的这个病毒感染到了。那历经了那个之后，他们就马上关掉。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冬天的时候，呼吸道感染的它是比较容易出现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我们大家所关心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我个人也是一个医生。我就看了，我就有一个感触，我就说，隔着海峡剖析疫情啊，就像医生隔着玻璃窗看病，医生有一个使不上力的焦虑，病人却有一个没有受到帮助的焦虑，实在是很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可以做的事情。这是2个图，是中国第一篇临床跟流行病学所发表的文章哦。我们看左边的这个图，一个柱状的有2个颜色，蓝的呢是跟华南市场没有相关，红的是跟华南市场相关的。病毒是在1月8号被鉴定出来，1月11号才有诊断病毒的方法。所以我们知道，从1月11号到这篇文章发表，1月24号，他们把这个工作做了。所以至少在1月11号之后的那几天，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们应该看到说，有很多的病例，至少是1/3的病例跟华南市场不相干。这个图假如当时在我的手上，我绝对是挥起了一个红旗，全部的人都要警惕，我们有一堆事情要做。那比如说去做疫调的追踪，因为这个时候一定可以追，然后可以把这个华南市场当做一个微社区来研究。他们失掉了这个机会。然后同时呢，他们当时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半的人是7天以后才来就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加上右边的这个图，我们就会什么？就会大肆宣传，你只要一有发烧咳嗽你就就医。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在外面未就医的人就是传播病毒的人，他们也失掉了这个机会。所以最后只能封城。所谓封城，就是你把整个城都当作是高风险区。武汉很大，5万是半个台湾的人口，有可能半个台湾都是高风险区吗？不大可能。可是你没有去做的话，你就只好把所有的人都关在一起。下一个是1月29号发表的文章，400多人
就是更多，也包含刚刚你看到的40几个人，也是一样。这个柱状图呢，2个颜色，浅的就是找不到病源。所谓找不到病源是，他跟华南市场也无关，家里也没有生病，同事也没有生病，然后他也没有去医院，因为这是我们所可以定义的高风险区嘛，华南市场医院病人。底下那个比较深的颜色就是华南市场相关。那你看到最高峰是1月8号，那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所谓追溯不到源的感染是什么，这个就叫社区感染。虽然都是人传人，你在医院也是人传人，在家里也是人传人，这都不算，因为是亲密接触者，然后这是无法追溯源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太多的作为。从 SARS 的经验，我们就是隔离病人。SARS 给我们很好的经验，我们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就把它隔离掉了，然后就杜绝了它的传播。SARS 可以这么成功，其实是它本身的属性可以允许我们成功。我们人类不管科学家多厉害，还是要谦卑的。SARS 可以被我们隔离，是因为没有不发病的感染者。每一个发病的感染者，在他发病的初期，感染性是不强的，通常在第3天开始有感染力，到第7、8天感染性最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都到了医院来了，因为透过了宣导之后，就可以在医院里面，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它隔离掉，治好隔离，就病毒就不在外面传播。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可以，没办法用这种隔离病人或者封城来处理的，就是他有无症状感染者、轻微症状的感染者，或者是他后来会很病重，可是他很早。你记得我们有一个第5例病例跟第8例病例，他的夫妻他们发病的日期是相隔只有1日，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发病的初期应该就具感染性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属上面可以被你隔离的，像天花跟 SARS， 不可以被你隔离的，像武汉病毒，像 H1N1 的病毒。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对疫情会有什么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很简单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大流行的开始。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隔离中国，很多飞机都停飞了。即便这样，还是已经有一些人到各个地方，那当然他们被辨识之后也是被隔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预测这是一个大流行。那大流行的话，它可以不见了吗？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等。它会不会不见了？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会少一点，但是消失的机会并不多。那这是一个挡不住的疫情，我们能怎么做？挡不住为什么要挡？要挡啊！为什么要挡？因为我们在争取时间，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大爆发，让我们变成第2个武汉。所以争取时间做什么？让大家来配合，来对这个病毒有所了解，让我们准备物资，让我们训练人员，让我们把群众的心理状态准备好。群众的心理状态要准备什么？我们有一个时间点，我来给你们看。很可能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即便它看起来很平稳，看起来人数不多，它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的。这个图是人类既有的4种冠状病毒，它会造成上呼吸道，也会造成肺炎的感染。最上面的那个线是流感，所以意思它的季节性跟流感是差不多的，它就是夏天会少一点，冬天会出现。再下一张图也是同样的这些人，你就看底下呢，这是年龄层。我们看到4种病毒在不同的年龄层，我们看到小朋友它是感染性就是人数是比较多的，大人是比较少的，所以可能透过重复感染呢，你就有免疫力，所以大人就会感染的比较少。那这个是常态，因为这4种冠状病毒已经在地球上非常久了，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季节性。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如何防疫，在个人的层面就是很简单。大家每次都说你是英雄，你都不怕。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不怕，我只是知道风险在哪里。我知道它是从体液出来，当我喷出到病人的体液的时候，我怎么处理？它可以从粪口，就是可以大便里面，然后你不小心摸到大便到你的手，
到你的嘴巴，然后可以其他的提议。我们知道这些传染途径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风险的管理。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照顾病人，就像医院医生会照顾病人一般。那他怎么处理？基本上飞沫是最重要的。飞沫就是一个咳嗽的人，他飞出来之后，他有大的飞沫、小的飞沫。大的飞沫呢，它会在比较近的地方出现；小的飞沫呢，可能小到它可以悬浮在空气中，然后跟着飞。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我要戴口罩。但是这些飞沫，它在自然界里面，它在外面的空气，风一吹它就散了。它的感染性，它可能会被稀释到不具感染性。可是这些坐落在这个感染刚刚咳嗽的人的周遭，不管是桌面，或者他用手去捂他的嘴巴，然后他下一个动作是到 7-Eleven 去买一杯咖啡，他的钱就受到了感染，什么等等。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周遭的表面，这个周遭只要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可以存活很多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任何人来摸到它，不小心又碰触他眼睛、嘴巴、鼻子，这就是感染。所以我们以时空的这个比例来讲，你们自己算嘛，是口罩预防，而且口罩其实不是那么有效，是口罩预防比较重要，还是吸收比较重要？我想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只要你对刚刚我解释的那个科学证据有一定的了解。那底下呢，又很快的讲一下防疫的工具。除了现阶段，除了我们隔离之外，有药物、有疫苗、有抗体，都在等待开发。然后我们要建立互信。所谓互信是什么？防疫这件事情有执行者，然后有被保护者。我们都是被保护者啊，我们的执行人在执行。被保护者要怎么样？要配合演出啊！他说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他说戴上口罩戴上口罩，他说不要戴口罩要节省一下。你要相信，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东西是跟着疫病跑，它是疫病的影子，它是什么？谣言。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谣言传播得更快，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在这个时候，要对政府要有信心，也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建立跟我们群众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沟通管道，所以我们很清楚地听到正确的资讯。防疫政策再怎么周密，还是靠个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招数，最好的招数是自己。所以自己，我们怎么知道每个人做得好不好？我说啊，现在是冬天，每年冬天都有流感病毒。你把你的手洗好，你把你的隔离做好，流感病毒也会下降。每年冬天流感病毒不都是一个高峰吗？我们要看，未来要一直在下降中，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是有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就可以控制它。我是何美香。防疫的理论基础是科学证据，防疫的行动需要有爱的元素。谢谢大家。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强势来袭，人性难免恐慌不安。曾经经历过 SARS 风暴的台湾和世界各地，相信也能够度过冲击。我们应该记住教训，平时做好防疫准备。感谢何美香博士的精辟讲解。人文讲堂，我们下次见。